嗨，大家早安 ，Good morning guys，欢迎来到慕容的世界 Run the Planet， 我是慕容 Run。好，那我正在进行一项为期3到6个月的环游东南亚之旅，现在人在泰国。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都带了些什么，背包里的装备，顺便带大家开箱一下我身上的这些宝贝啦。OK，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背后这个大背包。它是 Osprey 的 Farpoint 40旅行背包。那我手上这个是登机的背包 Carry On 的 size， 这个就特别了，它是乐器袋，是国乐器二胡的二胡袋。那也是特别感谢这个 Phonolite 响联文化的这个二胡袋，它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好看。好，那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都装些什么吧。噔噔，这些就是我这趟旅程要带的东西啦。那简单就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顺便包进去。那我们就先从大的开始，比较重、比较大的开始吧。牛仔裤一件塞到最下面。好，然后通常我会先塞一些衣服、裤子这些，所以就东南亚旅行的话，真的东西轻便就好，衣物很轻便，所以其实我就带一条长裤，还有一件长裤我放在旁边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带2件长裤而已，然后短裤塞进来，短裤1件，身上穿的也1件，所以短裤也是2件。然后衣服的话，我带有运动的这个 T 恤、背心，还有1件就是万一演出那些有一个白衬衫。大家如果就是有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，也可以准备着1件衬衫。然后这就是我一些个人的内衣裤、袜子，通通塞进来。好，这样下部分下面差不多了。这些像电器的，因为比较贵重的，像电脑那些，还有摄影机、空拍机那些，我是会带随身的。充电器我可能就直接放在包里，跟电脑的变压器、空拍机的这个充电器、变压器都塞在里面。裤子还有1件，这个运动裤塞在下面。这个是 GoPro 的一些零配件哦，要特别注意哦，那个有电池什么的，电池一定要随身，所以里面就是一些线材啊、跟壳啊、防水壳那些。好，再来，这个也是 GoPro 的脚架。GoPro 我有一个水上活动用的脚架，跟这个很好用 3-way， 它可以变小脚架的装备。哦，这个一本书，就旅行途中其实带一本书还不错。那我这本就是从2015-16年开始就陪着我的东南亚旅行 Lonely Planet 的 Southeast Asia on a Shoe Street， 就是用背包客穷游的方式去玩东南亚。那这本真的是有岁月的痕迹，其实这些很多东西都已经是大概可能6-7年有了。好，这本陪了我很久。那我的频道名 Lonely Planet 也是有受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的启发啦。这本书通常我放上面，随时可以看。名片带着，街头演出的时候可以放在前面。然后这个潜水表，东南亚有些地方是潜水非常的方便，可是我们带装备啊、重装备实在是带不过去，通常我就只带个潜水表这样子。旅行的面子随时可以抽放最上面。好，个人的隐形眼镜，这一层其实差不多了。这个鞋子，东南亚其实我就带一双布鞋跟一双拖鞋。那如果朋友你是登山的，比较讲究的，你也可以带一双登山靴。那把一些杂物，像这些内衣、内裤什么的塞在里面，袜子那些。好，那东南亚很轻便，我就直接穿一双布鞋跟拖鞋这样带着，然后就直接盖在上面这样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就是如果今天要去运动啊，或许你有时间去健身房，一般出门很轻便的这种，我会带一个极简的这个单肩背包，这个也是放最上面这样。OK， 各位朋友，这样这层其实差不多了，可以把它再扣起来。OK， 还有一些空间啦，就到时候因为我衣服带很少嘛，在东南亚看到有特色的也是可以买啊，但通常我不会买太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换这一层，这层主要就是装笔电了，笔电先把它塞进去，笔电塞进去其实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那主要是一些电子用品的配件，我其实也会放这里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身为一个内容创作者，一定要带的就是行动硬碟，随身的这个硬碟，存一份，然后云端有网路好的话也上传到云端，就是至少要有2个地方备份，这样才比较安心。还有一些线材、充电线这些塞进来，记忆卡多备一份，多准备
灯哦塞进来，记忆卡的那个接电脑放进来 ，iPhone 的这些配件什么的放进来。通常我还会就是带一个手提袋，就万一不知道装什么很方便，手提袋把它塞进来。那刚刚忘了讲到，就是个人的一些常备药什么。那东南亚其实我后来讲都差不多就好了。常备药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医师比较专业啊，那我是比较不专业的讲解，就是说，通常我如果真的东南亚拉肚子的话，我会先就让它排掉，就你把脏东西排掉之后，肠胃药、肠炎的这个药，然后腹泻，所以我腹泻不会吃太多，腹泻我通常是都先等到不干净的东西排完，有需要才吃，把它放进来。信封可以装很多东西，你有什么卡片啊、钱啊、零钱怎么，我有时候就直接装信封，把信封放进来。哦，那这边差不多了。最上面这个就是放你随时要用到的，像这个太阳眼镜，跟这个手套，手套其实很好用哎，就像在东南亚你骑车防晒有没有？那东南亚天气很热很晒，准备一双轻便的手套防晒啊，去爬山啊、翻墙啊，去爬什么爬树什么都方便，好放进来。随身包小包卫生纸放进来，这样小包差不多。有岁月的痕迹了，所以有些拉链已经坏了，前面拉的那个头被我拉坏，稍微多用一点力去拉，就能完成。最后啦，口罩我也没有带太多，带个10片左右吧，塞进来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雨衣，万一下雨爬山或什么有泥巴什么的，就用这个把整个背包罩起来。那登机的时候我也会保护包啦，就是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。真的完成。Osprey 的5.40，东南亚真的我带的都很轻便。那朋友们，你可以自己再想一下，有什么是你需要带的跟不需要带的，路上买就好。OK， 那接下来就讲我随身带什么东西吧。随身包开箱，有兴趣的朋友请到 Facebook 粉丝专页慕容的世界 Ronnie Planet 收看。噔噔。好，那在最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带的这个二胡带，它的琴带介绍跟里面有什么吧。首先要特别感谢这个 Phonolite 响烟文化提供的玄武黑二胡带，那它还有另外一款颜色是灰色石墨灰，大家可以看自己比较喜欢什么颜色。好，我就从里面开箱给大家看，里面它长这样子。好，首先可以讲这个琴枕保护系统，它可以保护好我们琴枕二胡调音的部位。好，关好来。它其实这边这些保丽龙垫有没有？原本是放在这个零件盒。这个琴带我大概用了快1个礼拜左右了，是几天快1个礼拜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前阵子已经把这个保丽龙拿出来了嘛，我们就把调音器、节拍器装在里面。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。好，然后这个可以特别讲，就是 Phonolite 官方的防潮带，官方建议就是2到3周可以更换一次，去保持它一定的湿度。好，那因为我也还没拆啦，我就放着。有关这个乐器用防潮包，官方说可以运用氯化钙强力的吸湿特性，让乐器盒内保持在60%的湿度，建议2到3周更换一次。详情可以上 Phonolite 的官网，或到我的另一个 IG 小账 Ronnie 二胡看贴文简单的小介绍。好，二胡插琴的毛巾，一般我可能就是连同琴一起包好，那这是为了拍摄方便就放着，松香备着。好，然后这个是街头演出可以用，很小。现在我看有些人用的是比较大的那个，可以夹在腰带或皮带上，就可以站着演出的一个小小的配备。Phonolite很贴心。还有附一块布，这个都看起来很有质感。这个是绒面材质，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放琴弦。那我出来我是有带方弦的，红方、蓝方、金方都可以，就是喜欢什么加的带进来放进来。好，那里面长这样子。外面的部分其实真的可以看到 Phonolite 很贴心，它这个设计就真的很像我们一般看到那个旅行者它的这个夹层，旅行袋的背包的夹层。好，雨衣因为 Phonolite 已经有提供了，这个就是我备着自己可以穿。好，然后这个你可以，其实这个地方你谱如果把它卷起来是可以塞谱，那我就是放一些零件啊、千金线啊、琴码啊、滤音布、垫布之类的，把它塞进去。好，那户外演出嘛，所以谱夹还是必备的，大谱夹、小谱夹这你都可以看要放什么哈。然后其实差不多了，这个
就是可以让二胡下面放在底托那个地方比较不会滑，防滑垫。然后这个真的要特别讲一下，以前好几年前了，那时候我就在泰国清迈有街头卖艺，这是当时赚的钱，我都留作纪念，都舍不得放着，提醒我又可以出门了。好，那最后看一下后面的部分，刚刚讲 Phonolite 有提供雨衣嘛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家做那个琴带的有提供雨衣啦，但是这真的是我遇到第一家有提供雨衣的，真的很贴心，下雨就可以把它包起来。那因为它本身就是防脱水的材质，所以其实如果是一点点的话，应该还好。下大雨，比较大的雨就要把它套好了。好，那像我因为有大背包嘛，所以我是直接用单肩背。那这个 Phonolite 它是很贴心，可以提供藏进去的这个肩背的这个系统，然后这个都是可以快拆，可以扣进拆线。好，我就把它收好。OK， 那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试背看看吧。哇，这背起来的感觉真的是，我觉得比一般的琴带轻，所以其实你在外面通勤什么的背起来是还蛮舒服的。好，准备可以去街头演出啦。开箱完成。好，那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。那我就会带着这些装备，从第一站泰国开始环游东南亚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录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关注、按赞支持。木荣的世界 Ronnie Planet， 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。想看播花絮的朋友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。我们路上见，拜拜。Phonolite 响天文化的这个石墨灰。